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如何在职场中找到一个自我与现实的平衡点。INFJ 职场求生记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搞笑平衡术。在 MT 的性格宇宙中， INFJ 被称为提倡者或神秘的梦想家，听起来很酷，对吧？像是某个披着斗篷、手持魔法杖的隐秘智者。但现实是， INFJ 在职场中更像是一个抱着改变世界梦想，却被 Excel 表格和无聊会议逼到角落发呆的可怜虫。他们的内心戏多到可以拍成一部 Netflix 原创剧，名字就叫《我在会议室拯救宇宙的那些日子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INFJ 如何在职场这个现实的屠宰场里找到自我与现实的平衡点，还顺便保住自己的3值理智值。第一幕， INFJ 的内心世界，理想主义者的超赞模式。 INFJ 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内向却热情，敏感又坚定，梦想很大，现实很狗。作为一个内向型人格，他们喜欢独处，却又因为情感 F 和直觉 N 属性对人性有着近乎超自然的洞察力。他们能一眼看穿同事小王昨天为什么在茶水间发呆，一定是失恋了，也能预感到老板下周要甩锅，这第六感比天气预报还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种洞察力在职场有什么用呢？告诉老板，我感觉你今天心情不好，要不要聊聊人生？结果大概是背回一句少废话，把 PPT 改完。 INFJ 还有一个致命弱点，理想主义。他们的脑子里住着一个乌托邦，里面人人平等，会议高效，咖啡免费。但现实呢？现实是加班到凌晨，老板拍桌子，客户改需求改到你怀疑人生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让 INFJ 一边咬牙切齿，一边在心里默念：我要忍，我是拯救世界的使者，不能崩溃。于是第一步平衡术就诞生了，学会在内心骂脏话，但脸上保持圣母微笑。这招能让他们在老板发飙时既不失优雅，又能偷偷发泄。第二幕，职场的现实怪兽， INFJ 的克星登场。职场对 INFJ 来说简直是个 RPG 游戏里的 BOSS 关卡，而那些现实怪兽包括但不限于： 1. 无意义的会议。 INFJ 最讨厌浪费时间，他们希望每场会议都有深刻意义，比如探讨公司未来的使命。可现实是，会议主题往往是谁把茶水间的牛奶喝完了。 2. 虚伪的同事。 INFJ 的直觉让他们能嗅出谁在拍马屁，谁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但他们又不擅长撕破脸，只能默默在心里给对方贴上小人标签。面对这些怪兽， INFJ 的第一反应是逃跑，不是真的辞职，而是精神出走。比如在会议上假装认真点头，实际上脑子里已经跑去写一本关于职场人性的哲学书了。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于是第二招平衡术登场，把现实当成一场荒诞喜剧，把老板的咆哮想象成京剧唱腔，把同事的八卦当成脱口秀。这样一来， INFJ 就能在内心偷笑，而不是真的抓狂。第三幕， INFJ 的超能力，洞察与同理心的双刃剑。说到 INFJ 的职场优势，那必须是他们的超能力，洞察力与同理心。他们就像是职场里的 X 战警，能感知别人的情绪，甚至比当事人自己还清楚。比如当同事小李说我没事时， INFJ 心里已经默默分析出，他昨晚肯定跟女友吵架，今天还被老板骂了，现在在强撑。这种能力让他们成为团队里的心灵导师，别人找他们倾诉时，他们总能给出温暖又深刻的建议。但这超能力也有副作用，太累了。 INFJ 很容易陷入救世主模式，觉得自己有责任解决所有人的问题。结果呢，同事哭完走了，他们还在会议室角落抱着咖啡杯 emo， 情绪低落。更惨的是，职场不是慈善机构，没人会因为你善解人意就给你加薪，反而可能觉得你太软，不够强势。于是第三招平衡术来了，学会说不，但包装成我也很为难啊。比如当同事第4次找你帮忙改 PPT 时，别直接拒绝，而是说：哎呀，我也想帮你，但老板刚给我扔了个 deadline， 我现在真的是分身乏术。这样既保护了自己，又不伤和气，还顺便甩锅给老板，多划算。第4幕，找到平衡点，
从救宇宙到救自己。INFJ 要想在职场活得舒服，核心问题在于别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。他们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，比如让公司更有人性，让同事更团结。但现实是，公司只在乎 KPI， 同事只在乎下班时间。这种认知落差会让 INFJ 抓狂，甚至怀疑人生。所以，真正的平衡点在于把理想缩小一点，把现实放大一点。比如，别指望改变整个公司文化，但可以在自己的小团队里搞点温暖的小动作，比如带杯咖啡给加班的同事，或者在会议上提个有建设性的建议。这些小事既满足了 INFJ 的理想主义，又不会让他们被现实打得满头包。另外， INFJ 还得学会自私一点，别老是帮别人擦屁股，自己却累得像条狗。第4招平衡术是给自己留个充电时间。内向型人格需要独处来恢复能量，所以下班后别急着回微信群的垃圾消息，回家泡个澡，看本书，或者干脆发呆，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仁慈。总结一下， INFJ 要在职场找到自我与现实的平衡点，关键在于4招： 1. 内心骂脏话，脸上微笑，发泄情绪的同时保持优雅。 2. 把现实当喜剧，用幽默化解压力。 3. 学会包装式拒绝，保护自己不被过度消耗。 4. 小理想加大充电，在有限范围内实现价值，同时给自己喘息空间。 INFJ 或许永远不会完全适应职场的冷酷，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温暖和智慧，把这个屠宰场变成一个稍微不那么讨厌的地方。毕竟，谁说拯救世界不能从拯救自己开始呢？下次老板再吼你，就在心里默念：没事，我是 INFJ， 我有超能力，我忍得住，然后继续微笑着迎接下一个挑战吧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铛。